經引導。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第11章。我從蘋果桶裡聽到的。不是我，希爾弗說，船長是弗林特。我因為斷了一條腿，當的是海軍陸戰隊下士，就是那次炮擊打斷了我的腿，也讓老皮尤瞎了眼。給我截肢的醫生是個好手，他念過醫，懂拉丁文，什麼都懂。但他像狗一樣被絞死了，屍體也像其他人一樣，在科索城堡的陽光下曬乾了。那是羅伯特手下的人幹的，他們這麼做都是因為更改了船名，什麼皇家財富號之類的。現在我說，船一旦取了名，就該一直用下去。卡桑德拉號就是這樣，他把我們都平平安安地帶回了家。在英格蘭船長搶了印度總督之後，老海象號也是這樣，那是弗林特的老船。我親眼看見它被鮮血染紅，船上裝的黃金多得快要沉沒了。啊！另一個聲音叫道，那是船上最年輕的水手發出的，顯然充滿了欽佩之情。那個弗林特真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戴維斯也是個好樣的，不管從哪方面看，希爾弗說。雖然我從沒在他手下幹過，我先是跟英格蘭船長，然後是弗林特船長，再後來就沒了。現在在這條船上，算是為自己幹活。在某種程度上，我跟英格蘭船長傳了900英鎊，跟弗林特船長傳了2000英鎊。對一個普通水手來說，這可不算少。我都好好的存在銀行裡，重要的不是你賺多少，而是你存多少。你可得記住這點。英格蘭船長的手下都到哪兒去了？我不知道。弗林特的手下呢？差不多都在這條船上，而且過得還挺滋潤。但他們中有些人上船前可是窮困潦倒。老皮尤，那個瞎了眼的，他1年就花掉了1200英鎊，活得像個議會裡的貴族。他現在在哪兒？他死了，埋了。但在那之前的2年，老天爺啊，那個可憐蟲差點餓死。他到處乞討、偷竊、殺人，可還是餓得要死。老天爺啊！好吧，那麼仔細想想，這對他們也沒什麼好處。另一個聲音，也就是那個年輕水手的聲音說道：對傻瓜來說，什麼都沒好處，連這個也沒有。你可得記住，希爾弗喊道。但是，聽着，你還年輕，沒錯，但你比誰都聰明。我一看見你就知道了，我會像個男人一樣跟你說話。你們可以想象，當我聽到那個老無賴用以前奉承我的話來奉承他的同伴時，我是什麼感覺？我想，如果可以的話，我真想在桶裡結果了他。他呢，與此同時，繼續說着話，絲毫沒有懷疑有人在聽。那些冒險家過的都是朝不保夕的日子，還冒着被絞死的風險，但他們吃香的喝辣的，像鬥雞一樣。一次航行結束，嘿，他們兜裡裝的可是成百上千的英鎊，而不是什麼小錢。現在，大多數人把錢都花在朗姆酒和狂歡作樂上了，然後又得光着屁股重新出海。但我可不走那條道，我把錢都存起來，這兒一點，那兒一點，從不在一個地方放太多，免得引人懷疑。我50歲了，你知道嗎？等我們這次航行回來，我就要像個真正的紳士一樣安頓下來了。你會說，現在也該是時候了啊，但那是因為我一直過着平靜的生活，從沒虧待過自己，睡的是羽絨床，吃的是山珍海味，除非是在海上的時候。我是怎麼開始的？就是個普通水手，跟你一樣。是的，另一個人說，但那些錢都沒了吧？不是嗎？這之後你可不敢在布里斯托爾露面了。哼，那你以為我把錢放在哪兒了？希爾弗輕蔑地問道。在布里斯托爾，
在銀行之類的什麼地方？他的同伴回答。以前是這樣，廚師說，我們起錨的時候是這樣，但現在都歸我老婆管了。望遠鏡山酒館已經連同裡面的東西一起賣掉了。我老婆也動身來找我了，我會告訴你去哪裡，因為我相信你，但這會引起其他夥計的嫉妒。那他能相信他老婆嗎？另一個人問道。冒險家們，廚師回答說，通常不怎麼相信彼此，他們這樣做是對的，沒錯，但我有我自己的辦法。是的，周先生，當一個同伴杰蘭起航了，我是說一個認識我底細的人，他就不會和老約翰在同一個世界上待太久了。有些人怕老皮尤，有些人怕弗林特，但弗林特本人也怕我。他受人敬畏，而且為此感到驕傲。他的船員是海上最粗野的一幫。弗林特的手下就是這樣，連魔鬼都不敢和他們一起出海。好吧，你聽我說，我不是個愛吹牛的人，你也親眼見過我有多好相處。但當我是海軍陸戰隊下士的時候，弗林特手下的老海盜們，我可不叫他們羔羊，而是用更難聽的詞兒。啊，在老約翰的船上，你竟可以放心。好吧，我跟你說實話。那小子回答說，直到現在跟你聊過之後，我才開始不那麼討厭船上的工作了。約翰，來，這是我的手。到那時，我已經開始明白他們話裡的意思了。他們說的冒險家，顯然指的就是普通的海盜，僅此而已。而我剛才目睹的那一小幕，不過是一個誠實水手墮落過程的最後一環，也許是船上最後一個好人了。但關於這一點，我很快就釋然了，因為希爾弗吹了聲口哨，第三個人出現了，和另外2個人坐在一起。迪克已經是我們的人了，希爾弗說。哦，我知道了。舵手伊斯雷爾漢茲的聲音回答说，迪克這小子可不傻。我聽見他轉過身，吐了口煙草。但是聽着，他接着說，燒烤師傅，有件事我想知道，我們還要像這樣來回地折騰多久？我已經受夠了斯莫利特船長了，他讓我幹活幹得太久了，老天爺啊！我想進那個船艙，沒錯，我想進去。我想嘗嘗那些醃肉、葡萄酒和他們帶的其他東西。伊斯雷爾，希爾弗說，你腦子不怎麼靈光，從來就沒靈光過，但你聽得懂話，我承認。至少，你耳朵夠大。好吧，聽着，你待在前甲板，幹重活，小聲說話，一滴酒也別沾，直到我發出信號。這一點你儘管放心，夥計。好吧，難道我跟你說過，我不想幹嘛？舵手咕噥道，我想知道的是，什麼時候？你告訴我這個。什麼時候？老天爺啊！希爾弗喊道。好吧，如果你想知道，我就告訴你，越晚越好。這就是你的什麼時候？我們有個一流的航海家在為我們駕船，斯莫利特船長。我們有鄉绅和醫生，還有相應的地圖和其他有用的東西。我可不知道他們把地圖放在哪兒了。不是嗎？你同意你不知道，對吧？好吧，我想要的是讓那個鄉紳和那個醫生替我們找到那些贓物，然後幫我們把他們弄上船。老天爺啊！然後我們再看。如果我能相信你們所有人，你們這幫該死的家伙，我會讓斯莫利特船長把我們帶到回程的一半，再動手。但是如果船上的人都是水手，我會說，那小子迪克說。你是說我們是普通水手？希爾弗冷冷地回答道，我們能保持航向，但是誰來確定航向呢？這一點，你們所有人，先生們，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都差得遠呢。如果由我說了算，我會讓斯莫利特船長至少把我們帶到信封帶，那樣就不會出差錯。
我們也不用每天只喝一勺水了。但我知道你們是什麼樣的人，我會在島上結果他們，等錢一上船，那就太可惜了。但你們不喝醉是不會高興的，就這樣完蛋吧。我討厭和你們這樣的人一起航行。冷靜點，長約翰，伊斯雷爾喊道，誰惹你了？哼，你以為我見過多少好船被搶？你以為我見過多少有前途的小伙子在行刑碼頭被吊死？希爾弗問道。都是因為着急，着急，該死的着急！你聽見我了嗎？我在海上見得多了。我告訴你，如果你們能沉住氣，順風而行，你們就能坐上自己的馬車。沒錯，你們就能。但是不，我了解你們。明天你們就會喝得酩酊大醉，然後被吊死。大家都知道你像個牧師，約翰，但也有其他人跟你一樣會辦事。伊斯雷爾說，他們喜歡尋歡作樂。沒錯，他們不像你那麼古板，一點也不。他們喜歡像好夥伴一樣放縱一下。真的嗎？希爾弗問道。那麼，告訴我，他們現在在哪兒？皮尤就是那樣的人，結果窮困潦倒地死了。弗林特也是，結果在薩凡納喝朗姆酒喝死了。啊，那可真是支好隊伍啊！只是他們都到哪兒去了？但是迪克說，等我們把他們捆結實了，要怎麼處置他們呢？這才像我的手下，廚師喊道，充滿了欽佩之情，這才叫說話算話。好吧，你覺得呢？把他們扔在荒島上，英格蘭船長會這麼幹，還是像剁豬肉一樣把他們剁成肉醬？弗林特或者比利彭斯會這麼幹。比利會那樣做，伊斯雷爾說，死人不會咬人，他常說。他現在自己也死了。他現在兩邊都明白了，如果說曾經有哪個粗魯的家伙能平安到港，那個人就是比利。你說的對，希爾夫說，粗魯而且什麼都幹得出來。但是你瞧，我是個安靜的人，一個十足的紳士，照你說的。但這次我是認真的，職責就是職責。夥計們，我要投一票，死。等我當上議員，坐上自己的馬車時，我可不希望船艙裡那些討厭的家伙突然像魔鬼闖進教堂一樣出現在我家，給我找麻煩。我說我們得等，但是時機一到就狠狠地幹。約翰剁手喊道，你真是條漢子。等你親眼看到再說吧。伊斯雷尔。希爾弗說，我只要求一件事，特里勞尼，我要親手擰斷他的脖子，我要砍下他的腦袋。迪克，他話鋒一轉，補充道，喂，好孩子，從桶裡給我拿個蘋果來，我得潤潤嗓子。你們可以想象我當時有多麼恐懼。如果我還有力氣，我早就站起來逃跑了。當我的腿和心都不聽使喚了，我聽見迪克開始站起來，然後似乎有人攔住了他，只聽見漢茲的聲音喊道：“哦，別管那個了，別光顧着啃那些玩意兒，約翰，我們來喝點朗姆酒吧。”迪克，希爾弗說，我信得過你，我在桶上做了記號，所以你小心點。拿着鑰匙，舀滿一勺，端過來。儘管恐懼萬分，我還是忍不住心想，阿羅先生大概就是這樣喝到那些要了他命的酒的。迪克走了，在他不在的那一會兒功夫，伊斯雷爾湊到廚師耳邊低聲說話。我只聽清了一兩個詞，但還是設法了解到一些重要的消息。因為除了那些意思相同的只言片語外，我還完整的聽到了下面這句話：不會再有其他人加入我們了。這讓我明白，船上仍然有忠誠的人。迪克回來後，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喝着那一勺酒，互相祝酒，一個說祝好運，另一個說祝老弗林特健康，
約翰希爾弗自己則用一種哼唱的調子祝道：祝我們健康，祝我們財源廣進，食物豐足。就在那一刻，我看見桶裡被一種光亮照亮了。我抬起頭，看見月亮高掛在天空，把後圍的橫橫照得銀光閃閃，同時也映白了前圍三角帆的下緣。幾乎在同一時刻，瞭望員的聲音喊道：看見陸地了。